山寨季何时开启？比特币当前的盘面有风险吗？资金有持续流入比特币市场吗？比特币会作为美国的战略储备吗？政府对加密货币有什么新政策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图表显示了山寨币的总市值，也就是加密货币去除比特币的总市值。那么当山寨币总市值疯狂上升的时候，也就是资金开始流入山寨币，甚至呢，比特币的资金也会转往山寨币。那么市场注意的重点呢，也会从比特币转往山寨币。那么这种时候呢，才会是山寨币的持有者创造非常巨额利润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过往的周期呢，都是在减半后大约200-300天呢，我们就会出现起涨点哦。那当起涨点出现过后，山寨币的总市值就会垂直的上升哦，接近90度的上升。那么我们在过往呢，都出现了几十倍，最少也有10几倍的涨幅哦。那哪怕我们在这轮牛市呢，由于周期资金递减的原因，我们上涨的倍数只有2-3倍，也是非常不得了的资金哦。不过我们可以观察这轮牛市，在过往几轮的周期里面呢，比特币转移出去的资金，它都是比较平均的分散到各个山寨币里面。那只要你是山寨币呢，你上涨的幅度都不会相差到太夸张啊。不过我们在这轮牛市，我们可以发现呢，资金虽说也是有分散出去但是只有少数的几种山寨币呢，它会瓜分到很大份额的资金。那么绝大多数的山寨币呢，表现其实都很普通。那么山寨币的行情呢，在这轮牛市，我自己是几乎没什么参与的，因为在这轮牛市呢，资金流入的管道不同最重要的传统金融的资金，主要还是在比特币上面，而且山寨币的行情呢，和比特币也是不相同的山寨币的行情，绝大多数的涨幅呢，都非常的集中，都集中在很少数的时间点那比特币的行情，它的上涨幅度呢是比较分散、比较均匀的，我们比较有机会呢，在合理的时间内去获得合理的利润那么山寨币呢，你稍有失误，你很有可能利润呢就会远不如比特币。那么山寨币在操作上呢，难度也要比比特币更高不过这些因素呢，都应该在你买山寨币之前，你就应该了解那如果你持有山寨币，可是你没有享受到最后资金涌入山寨币的狂潮，那么你前面持有的时间呢，也是白费掉我们还可以观察呢，在过往山寨币相对于比特币变强的时机点呢，大约就在牛市最后一年的2月。我们在过往呢，2017年、2021年，我们都是在2月的时候，山寨币相对于比特币的强度呢，就开始疯狂的上涨在牛市里面，每个币种都在上涨。不过呢，对于山寨币来说，山寨季当中，山寨币增长市值的速度呢，还有上涨的速度要远大过比特币，那这才可以被归类在山寨季里面你可以发现呢，根据我们过往的周期，我们目前已经进入到了2025年的2月了。那如果我们是和过往一样从减半牛市最后一年的2月开始上涨，并且持续的时间呢，可能在半年或4到6个月左右。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会看到这样的行情出现。我们再观察一个数据，图表中呢显示美国的机构相对于世界的其他机构持有比特币的比例变化。你可以发现呢，每当越接近牛市的顶峰呢，美国机构持有比特币相对于世界上的其他机构的比例就会多很多也就是美国在牛市里面呢，会累积比其他国家要更多的比特币。从机构的层面来看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图表它也可以反映在价格变化上面比如说我们可以观察到，像比特币有剧烈波动的时间呢，都是美国时间，比较不是我们东八区的时间都是美国的时区，而且比特币和美股的相关性呢也非常高那在美国只要休市的时候，也就是6日，盘面的波动呢都非常小那如果美国有休假，盘面也几乎不会有什么波动。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呢，以目前美国持有的比特币相对于世界其他的机构持有的比例来观察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离顶峰呢还是有很大一段的距离的。我们在2017年、2021年的牛市呢，我们在最顶峰都来到了2左右，
也就是美国的机构呢，每持有2颗比特币世界上其他的机构只持有1颗比特币，大约维持这样的比例不过这个比例呢，目前只在 1.6 左右，可见我们离顶部呢还有一段上升的空间，也就是我们这轮牛市呢还会再延续一段时间呢。那由于这个效应呢，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当前的盘面好了。当前的盘面呢，确实是出现了一些风险我们离前面的低点呢，其实已经很接近那对于一段上涨多头来说呢，我们一定要不断创造出 higher high、higher low。不过呢，我们前面已经出现了一个插针的低点那对于比特币的盘面来说呢，我们就不应该去把这个低点给跌破掉。那这个低点呢，其实我们现在呢已经距离的非常的接近了。那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不过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在这一波的下跌当中呢，量能并没有很快速的累积起来那如果说我们在周一的时候，我们看到量能很快速的累积起来，并且 K 线的长度放大了之后，那么我认为这波多头呢就会变得稍微悲观一点那目前还是在我们原本的支撑之上的，所以这个位置呢，我们要非常注意的观察，因为这攸关于我们未来第一季度的多头行情。那么我们目前所产生的下跌波动也是出现在6日它不一定是准确的。如果我们是在周平日的时候，在1到5出现的话，我们才比较好做判断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比特币或以太坊的仓位，这真的非常优惠。如果你有赚钱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币给提走，是没问题的。我们再来观察一些数据吧。从资金流入的变化来看，我们清楚比特币的牛市运行呢，是一定要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的。如果说资金流入的速度变慢的话，我们上涨的幅度呢，它也就不会很夸张我们可以观察呢，黑色线是比特币的价格，但凡我们比特币呢要走出一段多头走势，我们可以观察2024年的2、3月，还有2024年的10月、11月的行情其实都是伴随着稳定币增发的数量，稳定币的数量呢增发的增长率变得很快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的增长率原本从可能1-2%疯狂的上升到了10几、20%，那么就在稳定币增长率变快的时候呢，我们的价格它才可以出现一段多头走势。那么图中呢标示了2个主流的稳定币，粉红色显示 USDC， 紫色显示 USDT。 你可以发现稳定币速率成长速率的增长呢，和比特币的多头呈现了非常高的相关性。不过呢，我们这里研究的是变化率而不是稳定币的数量稳定币的数量呢，在牛市当中一定是稳定增长的。如果连稳定币都没有增长我们这轮牛市将无法延续下去不过我们研究是它增长的速度，像我们在这一段多头行情我们增长的速度就很快，那我们就可以伴随着一段不错的多头。那一旦我们增长的速率变得很慢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只能走震荡咯。那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目前依然是在高速的增长当中的，也就是我们这轮多头呢，它绝对有机会延续下去那你看我们在之前，我们如果微微的下降的话，那我们就只能走震荡的行情了。以目前来看呢 ，USDC 已经出现了高增长率了。不过 USDC 它的占比呢并不是很大USDT 占比才是最决定性的。如果说 USDT 的成长率呢也可以被拉升起来的话，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更加速的涌入市场，那我们这波多头呢才可以被确认下来我们还可以观察比特币有没有机会作为美国的战略储备呢？图表显示了美国各州进行比特币战略储备的进度。你可以发现它有分成几个进度Public endorsement 也就是公众的认可，还有 bill introduced 账目的介绍Committee approval 委员会的通过。那这一关是最重要的House and Senate approval 也就是会议国会或者说地方议会的同意通过。那最后呢就是把它写进法律里面美国已经有10几个州呢在进行比特币战略储备的流程
你可以发现呢，进度最快的就是 Arizona 亚利桑那州，还有犹他州啊，这2州是进度比较快的，目前已经进展到了地方议会的通过了。那最后一关就是要写入法律哦。不过虽说是这5个步骤呢，但前3步是会比较快速的，最困难的其实是最后2步哦。那我们有可能在最后2个步骤呢，拖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哦。那美国呢，确实有打算把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也有往这个目标来努力。不过目前所做的方向就是让各州呢先建立比特币的储备。那如果建立比特币的储备的州变多了，那么美国就很有可能就建立比特币的战略储备了。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啊，过去在 Polymarket 上面呢，有非常多的人啊，非常高几率的人啊，都认为川普会在上任前100天啊就建立比特币的储备。不过目前呢，这个几率已经来到了23个百分点哦。你可以发现呢，在过往大家是非常乐观的，不过到现在大家就稍微悲观一点哦。虽说川普呢，他是有兑现很多他的竞选承诺在比特币上面的，不过我们可以观察美国过往在走流程还有制定新法律的一些态度，像 FOMC 还有比特币的现货 ETF， 美国都是经过了非常多的程序哦。那这些程序它都是慢慢一步一步的，它并不会一下子就有很大的进展啊，然后让市场有很大的波动啊。像 FOMC 的会议啊、利率的变化啦、货币政策啦等等的，美国都是一步一步、一点点的放出消息，以不影响市场的方式，让市场可以慢慢消化的方式，然后来慢慢达到这个目的的。那我相信以美国做事的这种方式，那在建立比特币的战略储备上面呢，也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还有非常多的步骤要做。那在川普上任的100天内呢，这个几率我认为是很低啊。那现在也是回到了比较低几率的这种表现上。那最后呢，我们再观察啊，政府目前对比特币有什么新政策呢？1月29号我们有 FOMC 的会议，当时在记者会上面呢，记者就问了鲍威尔关于比特币的问题哦。那么这已经是连续两次 FOMC 会议有谈到比特币了，在过往几乎是不会出现比特币的，至少我有注意到的这2-3年以来的会议呢，都是没有谈到比特币的。不过在最近呢，连续2次提到了比特币。那么在1月29号的时候，鲍威尔就有谈到未来呢，银行是可以托管加密货币的。这个其实和川普废除 SAB 121的会计法则呢是有关系的。在过往民主党的拜登执政的时候呢，在2022年我还有印象当时就制定了 SAB 121的法案，那就从会计的认列上面呢，去阻止银行来托管客户比特币的业务那川普上任之后呢，就把这个法案给废除了，所以目前美国的银行呢是可以为客户进行托管比特币的业务的。那么你可以去思考我们经由 ETF 就流入了那么多资金不过 ETF 的资金是由美股的参与者资金流入的。那么如果银行可以有托管比特币的业务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没有股市的账户但是大家不太可能没有银行账号吧。那如果银行有提供托管比特币的业务的话呢，很多 old money 这种比较守旧的资金呢，很有可能就会选择用这种方式来持有比特币，那么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比特币，那么比特币呢就可以获得很大笔的资金，然后就可以上涨。那么捷克国家银行呢，目前也批准一项提议就是要让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进行评估。现在有很多国家呢都打算让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已经有很多国家在评估了，已经不下20-30个不过我们可以观察他打算配置的资金有多少目前捷克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大国也算是一个小国，那他们就打算配置1400亿欧元储备里面的5个百分点那我们可以算一下，大概是70亿欧元欧元跟美元的汇率是差不多的，所以相当于是要投入70亿美金进入比特币。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对照像
美国的比特币现货 ETF， 我们可以从过往的行情观察到和比特币之间的强相关 ，ETF 有流入，比特币就可以上涨啊。那这个相关性很强。那过去 ETF 在1年的时间内啊，就流入了400亿美金的新鲜资金。那么微策略 MicroStrategy 他们在过去的这几年呢，一共买入了300亿美金的比特币成本这里讲成本那如果他们愿意投资70亿美金的话，其实这个份额很大而且捷克还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那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把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的话，可想而知比特币的价格可以被推升到什么样的价位100万美金呢，甚至都不嫌多。那如果你对于这支影片你觉得有帮助，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